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鼓励我们慢好频道。期待我们慢好频道能在股海实战中跟大家一起获利共好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到访我们频道的新朋友，希望您可以将这部影片全部看完，才能完整了解美债实战系列的完整逻辑。如果您是慢好频道的老朋友，可以善用影片时间轴功能，直接看重点分享即可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8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11月9日。上集由于美债回荡超过100万，我们加开暴跌100万特别篇，近期美债仍在续跌中。我们接续上集暴跌100万的分享，继续分享美债 ETF 实战现况。先题外话一下，上集影片我们跟投资朋友们分享，现在可以用房贷套利吗？这个主题的经验与建议，其实我们在影片中有详细说明。由于限贷令的影响，现在房子借贷利率并不好，并且由于股市基期也已偏高，建议耐心等待下一波黑天鹅降临，在适当的时机再进场套利。现在并不是套利的太好时机。可是有位投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，如果00929年配息如果没有1410元，我要赔吗？实在有点无言，请版友先看一下免责声明，并且为自己的投资负责。我们慢好频道经营1年2个月，由于还没达到1000订阅，暂时连广告的微薄收入都没有。特别感谢庄丰明版友的支持与鼓励，给了我们频道2次超级感谢，正向鼓励我们频道继续经营下去。我们同名在股市爆料同学会的慢好频道，在股市爆料同学会的资讯分享，也有成功帮助版友进场获利的实际。我自信我们慢好频道分享的股海实战资讯，认真的研究，一定能有不错的收获。不怕你学，就怕你不认真研究。我们慢好频道会陪伴着各位，一起走过美债的低谷。投资债券应该用年的尺寸来看绩效，才是比较合适的。今年9月18日开始降息，至少是2025年的9月底，再来检视美债所处的位阶，是不是还处在低谷，还是在2025的9月底，美债已经有不错的获利表现了。倘若市场不小心迎来黑天鹅，市场意外的大幅回荡，我们也将有不错的机会，可以把美债部位作为加码的现金，在股市低档的时候，转换布局到股票市场中，不怕意外的黑天鹅，才是布局美债部位最大的功能。近期不少没有布局债券的投资朋友，有点建立欣喜的大酸特酸布局美债的朋友，这对他们的投资绩效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看出这些债酸的举动，还能不把他们想象成短线投机者？虽然我还不够资格让他们酸，但是我必须说正确的观念。投资是一个很长的历程，即使您达到财务自由后，也不会就此停下投资的脚步。短期的波动并不是重点，长期待在市场，你有多少部位，才能有多少获利。部位越大，获利越多。可是100万的部位待在市场，跟1000万的部位待在市场，甚至是1亿的部位待在市场，心理压力绝对会是不同等级的。有能力赚短期价差的高手，至少都是 PR95 的投资高手。PR95 我们翻白话，就是100个投资人中，他们的绩效是赢过95人的。这样的高手，就是 5% 左右的存在，并不是很多。我自认不是前 5% 的投资高手，所以走的是长期投资路线。一旦走入长期投资路线，资产配置就非常重要了。做好资产配置，才敢安心的放1000万部位在市场，并且每天都可以睡好觉。投资报酬率要求不用太高，每年能在市场中稳稳取得6到 12% 合理报酬，生活其实就很好过了。6到 12% 的报酬率要求，回测任何一段投资期间，都有90%以上的极高概率是可以达成的。务实的目标，达成率才高。不要想去追求每年 20% 到30% 以上的报酬率，这种等级的报酬率是属于 PR95 以上这些高手的。要达成 PR95 这种等级的投资绩效，没有投资天赋也绝对是不行的。为什么我们叫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？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快快变好，一夜就致富。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们只能慢慢变富，一夜致富。对于我而言，只存在梦境之中，不要乱做梦，比较不会受伤。我用美债 ETF 实战第5集，美联储降息前9月6号美债市值损益，来跟11月8日收盘价美债市值损益来做比较。债券损益从9月6日的赚119万1523元回荡到下图我们看到的赔5万5497元，美债部位回荡超过100万。美债部位损益最高的时候，大概是在9月11日左右，正损益最高来到正140万元。如今美国经济数据大好，市场认为完全不需降息救经济，短短1半月的时间，美债 ETF 回荡150多万元，等于把降息2码的涨幅全部都还回去了。上集我们回顾去年20年美国国债 TOT 是在10月23日见到底部，来到79元左右。今年底部是在川普当选的当天，
下单到89元左右，以美债殖利率1码大约 5% 涨跌幅，今年9月降息1码的幅度算起来刚刚好，89元理论上就是今年的低点了。上集说到，市场有不少声音质疑执政党开假数据，如今川普已确认当选，不再需要假数据了。我们期待市场公布真正的经济数据，跟住市场继续走下去。我的150万元，他自由啦。目前自己还没有录音系统，所以没办法自己配音。如果自己配音，比较有办法表达出幽默一点的意境。我的财富富，自由啦啦啦啦啦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之前分享，美债部位就是遇到股灾来临时最重要的现金储备来源。不过投机者似乎没有这样的耐心，可能也不清楚自己买美债的用意，遇到一点小回档，就每天心慌慌睡不住，实在有点可惜。诚如我们8月16日全持股影片中的分享，在8月5日50正2单日跌停 20% 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没有慌，还把握好机会趁机进场布局，至今50正2加码部位，已经有15到 20% 的获利了。美债正2从9月18日降息后开始转折，回档至今也差不多 20%。我们的布局策略没有变，一样是左侧交易，买绿不买红，分批布局进场。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，股市有办法一路涨上去吗？这波景气复苏已经走了2年，从2022年10月涨到现在，即将进入3牛1熊的第3年。接下来的1到2年内，我们就需要迎接下一波库存循环的回调。一旦遇到库存循环的回调，大盘如果下跌超过30%，这时候一定要逢低加码，三角形买法，跌越多越买多，买越多赚越多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只要大盘回档超过30%，这时候跟住国安基金进场。通常事后回头来看，市场回归到正常时，在股灾布局的部位，应该都能有至少翻1倍的绩效表现。把握每一次股灾来临，财富重新分配的好机会。使用资产配置，有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必须要知道。我们刚进入美国降息循环，布局20年美债，是因为升息循环已经到了尽头。如果在降息循环，布局长债不仅可稳稳领股利，幸运的话还有机会赚到价差。不过，各位投资朋友也要知道，倘若时空背景回到2021年，这时美国基准利率是0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假使通膨不失控，也不太可能一直维持0利率。正常的通膨率约莫在 2% 左右，钱放银行一直被通膨吃掉，这样就没人会想要把钱放在银行，这样金融秩序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美联储迟早会缓步升息，来解决大家都不想把钱存在银行的问题。在升息循环中，基准利率上升，美债殖利率就会同步上升，与美债殖利率成反比的债券价格就会往下，越长年期的债券价格会跌越深。所以在股债布局的资产配置中，为了降低股债配置组合中的波动程度，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来取代20年期的美债 ETF，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。这个观点是从缺优上老师的书中学到的。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， 波动度降到20年期的一半，再遇到类似2022年暴力升息，导致股债双杀的情况，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组合，可以在投资组合中有效的降低投资组合下跌的幅度，将美债防守的威力确实的发挥出来。美债正2和50正2一样是透过购买期货来达到美债正2的报酬。由于期货有正价差的损失机会，也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。根据美债正2公开说明书的研究，发现美债正2有机会吃到逆价差隐含配息，所以在降息循环中是可以安心持有美债正2的。美债正2最大的风险就是不降息。我们研究美债正2有正价差损失机会，也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。在降息循环中，可以中长期持有美债正2，最大风险就是不降息。不过别人研究的，通常自己不一定可以理解，不是自己研究的决定，多数人便无法克服恐惧，踏出那一步。由于投资的钱都是自己的，投资朋友要下单前，一定要自己认真研究，买起来才会踏实得多。就算赔钱也是自己的决定，不会有人补偿你的。当然赚钱也是因为自己认真做功课，所取得的合理报酬。长期投资的道路上，唯有心安睡得住的投资方式，才能走得久，走得远。这里是标准股债64倍的绩效表现。如果您可以承受全股票部位的波动风险，全部投资股票，投资报酬率一定是最好的。不过现实是，很多嘴巴上说我可以承担波动的投资人，波动后回档一来，马上变成另一个人。近期美债回档，马上一堆典型的投机仔就跑出来了。我们来听听美债投机仔遇到回档的说法。买美债不如直接定存。美债真的怎么这么垃圾？美债留还是跑？美债算庞氏骗局吗？连美债都要把它当成短线来做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能做到长期投资，喜欢短线跑来跑去。我曾经问家人，你有没有单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？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，
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。我归创在2017年以82元进场，现在200多元，价差有赚超过10万，加上从2017年累积至今已经领到超过90元的股利，可以说是零成本存股，单一股票赚超过20万元。我持有归创8年，拥有长期投资的耐心是很重要的。我家人玩股票10多年，连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都不曾达到，所以我劝家人，与其在股市里跑来跑去，不如跟着我存股来资产累积，而多少部位需要进行股债配置。我建议新台币500万以内先不用考虑债券，当股票部位到达新台币500万之后，再考虑开始研究美债。练习股债平衡系统，在子弹的运用上 ，CP 值应该会比较高。一旦布局部位超过新台币1000万之后，想必对股债平衡系统已经熟悉了，可以很上手的进行股债平衡系统，这应该是不错的循序渐进方式。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，最受欢迎的配置比例是股6债4，使用股6债4的资产配置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股6债4平衡策略申报到现在，平均报酬率达到 14.8%。我们建议保守一点，将平均报酬率打个8折，以10到 12% 平均报酬率来估计。倘若每年能稳定有10到 12% 的投资报酬率，专注本业，将本业收入的投资大部位放到正确的股6债4投资组合中，以10到 12% 平均报酬率来预估，资产将惊人的以每6到7年翻1倍的速度快速的增长。您的资产将可以快速的累积，大幅缩短到达财务自由的时间。希望慢好频道能对您有所帮助，也请您帮忙留意免责声明。我们频道分享的投资策略与工具，都是曼大个人操作的经验与心得，钱是自己的，投资需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，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